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当你站上爱的高处，眼里充满着光亮。回去好好反省。将离开山岗，叫你背公式背公式，你都背到哪里去了？告诉我，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不要迷失方向。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当我走向新的旅程，满心感恩不能忘。我终将张开翅膀，飞向更宽阔的远方。成长路不管多难，爱是我的行囊。在准备下堂课的教材啊？没有啦，我是在看一些要去做家访的学生资料。家访？是啊，我想从这个礼拜开始啊，去全班同学的家里面做家访，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可以跟家长沟通一下。你怎么突然会有这个想法啊？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孩子人格教育的问题，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让学校跟家庭紧密的配合。虽然我们现在啊都用家庭联络簿在联系，可是我发现这样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所以我决定积极主动付出关心，这样遇到需要帮忙的孩子，就可以适时的协助他们。美润，我真的很佩服你耶，替学生想这么多。没什么了啦，我只是尽我的本分而已。换成是我想我做不到。其实我还有一个构想，可以让你有机会为这些孩子做点事情，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什么构想？我计划利用星期六下午的时间，跟学校借礼堂，办一些座谈会，安排演讲或者是近似语的分享。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忙着工作赚钱，给孩子优渥的生活，可是却忽略了孩子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所以我想透过这些座谈会，把家长凝聚起来，利用这样子的交流，我们也可以更了解孩子跟家长相处的状况。可是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在假日办过类似的活动，校长会不会不答应啊？可是举办这样子的座谈会，是可以促进孩子跟家长，还有家长跟学校的交流啊。我相信啊，只要事先准备安排好，校长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只是我需要有人帮我做一些资料的汇整。没问题，这一点小事啊，我还有时间替你分担。谢谢你哦，到时候你也可以带你的先生跟小孩一起来听啊。你不要把我算进去了，你知道我礼拜六要补习赚钱的。休息一天不行吗？你说过的啊，老师啊要替学生负责，我要替那些来补习班补习的学生负责任啊。可是你已经每天都在补习了耶，也许可以考虑周末的时候放一天假嘛。一方面这样对你的家庭好，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你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嘛。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没办法放下，以后再说吧。先休息一下，喝口茶吧。家访是不是都做得差不多了？
还有几个学生一直没办法过去。这几个啊，成绩都还不错，可是他们课后根本就没有时间让我过去拜访。是因为下课都要补习的关系吗？这些孩子啊，白天在学校努力念书，晚上回家要补习，假日还要去学才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一切的规划就是按照父母亲的希望与安排。我打过很多次电话给这些家长，我发现他们完全都不跟孩子沟通，只会帮他们安排生活。我担心这样下去啊，这些孩子只会念书，根本不会自己面对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啦。父母希望孩子成龙成凤是很正常的期待啊。可是过多的期待会造成压力的，这样这些孩子他只会感受到痛苦，不见得会进步。以前我就是这样对娃娃跟小明的啊。我永远把自己以为对的事情套在他们身上，希望他们照着我的期望去做。小明乖巧，符合了我的期望，但是娃娃就吃亏了。那时候我觉得成绩代表一切，所以我用成绩来衡量他，压迫他，反而让娃娃过得很不快乐。当时的我完全就是自己的面子重于孩子的身心发展。这几年我慢慢反省，我才发现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也不是一个好老师。你这几年一直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脾气、个性还有观念，我都看见了，娃娃也感受到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真的希望当娃娃的朋友。现在我只能期许自己多了解他一点，也希望自己多包容他、体谅他。能这样想很好，过去的事就不要再去想它了。Hello， 小明啊，是妈妈啦，吃过饭了吗？哦，我正在吃面包啊。吃面包，那营养怎么够呢？姐姐之前不是告诉我说，你们都会一起煮东西吃吗？平常我们都会一起吃啊，只是姐姐今天不在，所以我想简单吃一下。妈，你不用担心啦，我们都会自己照顾自己。姐姐最近很忙哈，都没有打电话回家哎。应该是吧。对了，妈，你不用补习啊，怎么有空打电话过来？哦，妈前一阵子啊，已经把补习班收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告诉你们。为什么？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没事，妈妈只是想多空出一点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例如参加慈济还有教联会的活动，这样时间比较好安排。只要妈觉得开心，我都会支持你。小明，谢谢你。只要你们两个在英国好好照顾自己，念书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妈妈就很开心了。好了好了，妈妈不多说了，赶快去吃点东西啊！还有，叫姐姐有空要打个电话回家，知道吗？我知道。好，拜拜。我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赶快拨个电话回家。刚才妈打来，叫你打电话回家。我才刚回来，很累哎。
等一下再打了。讲电话又不会花多久时间。哎，小明，你还有没有多的生活费啊？你把妈上个月寄来的钱又花光了。没有就算了，我再跟妈拿好了。姐，你花钱花太凶了吧？我不过就买几件衣服而已啊，而且钱花光本来就要跟妈拿嘛。我下个月还要跟 Judy 他们去法国玩呢。你才去过香港，现在要去法国？你懂什么啦？其实我很想要再去香港找 David， 我们两个这样分隔两地，我真的觉得好难过。最近我突然觉得留在英国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这里交到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真心的。其实我很想念台湾的朋友，也很想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念了，我想要回台湾。姐，你怎么可以说不想念书？你知道妈花多少钱让我们来英国念书吗？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真的不想念了。如果我不能回台湾，也不能去香港找 David， 每天在这边都是出去玩、逛街买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也很不开心啊。算了啦，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姐，妈刚才告诉我，她把补习班收起来了。家里现在少了补习的收入，经济状况一定比较紧。姐，以后我们在金钱方面就节省一点，不要给妈增加负担吧。你不要用这件事情教训我乱花钱，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不要管我。姐。以上是本月校务会议的决议事项。针对校务有什么临时动议，麻烦大家提出来，我们共同讨论讨论。请。我有一个提议，现在大家手边都有一份近思语的教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人与事之间能够启发智慧。各位可以看到这份教案，它的主题呢就是静思，也就是说，让学生们省思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行为。这是一份非常完整的活动计划，老师们可以利用每一个月安排一次，或是像我利用课堂上的一点时间来跟同学们分享一句近思语。如果老师们都觉得不错，而学校也同意的话，我非常乐意提供相关的教学资料给各位老师使用。圆圆，不好意思哦，我只有在学校的时间才能帮你。方老师知道你放学后还要补习赚钱，不会强人所难。是啊，最近啊，你帮我汇整资料，已经算帮我够多了。啊，对了，上礼拜教联会的演讲，你们有去吗？我们3个都有去，而且啊，我们越来越能体会你说的将近思语放入教学中，真的很好哎。别说改变学生了，我都觉得应该从我们自己改变起，之后才能影响学生。听你这么说啊，我真的很高兴。本来啊，近思语对所有的人来说，就都是最好的人生教材。我们都是看到你这么认真，我们几个人当然也要好好准备，用功一点才行啊。看你们讨论这么热烈，我想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也想要接触看看。如果你减少补习时间啊，就一定有机会。
法国现在应该不会很冷吧？我只带了几件薄外套哎。当然啊，去法国当然是要买东西啊。反正如果很冷的话，就在巴黎买几件外套吧。好，那机场见喽，拜拜。Hello， 娃娃，妈妈刚刚收到信用卡的账单，上面有些消费明细很奇怪。你是不是又跑去香港啊？哦，我想起来了，上个月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他毕业了，所以就邀请我去香港玩几天。那你怎么没有先跟我说呢？来回机票这么贵，难怪你钱会不够用。我忘了，妈，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多一点生活费啊？上个月给你的你又用完啦。妈妈之前不是跟你说过花钱要有节制吗？我看账单上面有一些餐厅、百货公司的消费金额都很高耶。好啦，这些我都知道啦。妈，我上课要迟到了，先不讲了，拜拜。在想什么？娃娃最近的花费越来越多，没隔多久就要我汇钱给他。问他做什么用，他总是说学校有活动要买书之类的，可是说的又不清不楚。我今天看了信用卡账单，才知道他前一阵子跑去香港，打电话问他，他才说是朋友邀请他去，还说忘了告诉我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呢？该不会娃娃又像在澳洲的时候一样乱花钱、乱买东西了吧？如果他真的又开始乱花钱，我们在这里发脾气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天我先汇钱给他，再找机会问问看小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麻烦你，我这笔定存要解约。可是提前解约的话会损失利息哦。我知道。啊，对，我还要汇一笔钱到我女儿英国的账户。那请你填一下这张汇款单。小孩子在国外念书吗？是啊。哇，学费加生活费很贵吧？现在当父母真不容易耶，辛苦赚来的钱都为了要栽培孩子，只希望他们能有出息。但是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体会，这每一分钱啊都得来不易呢。Hello? May I speak to Yao, please? This is her teacher. I'm afraid she's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Anything I can help? I'll leave a message then. Please tell Yao she has skipped school too many days. She even missed the midterm exam. I'm not very happy with it. I'll tell her to do the make-up exam. Thanks for your calling. Julia，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下去了。姐，是我。哦，是你哦，有事吗？刚刚我接到你们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他说你翘了很多课，而且连期中考都没去考。姐，你怎么会这样？这一点小事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吗？我回去参加补考不就好了？补考不是小事，爸妈辛苦赚钱，让我们到英国来念书，你都没认真念，还常出国乱花钱，这样不好吧？
你专程打这通电话来，就是为了要教训我吗？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扫兴啊？我出国玩开开心心的，你有什么话等我回英国再说好不好？喂，小明啊，妈妈还打算明天拨个电话过去，提醒你注意姐姐。你今天啊就自己打回来了。妈，其实我就是要跟你说姐姐的事。姐姐怎么了？姐之前交一个香港男朋友，叫 David。David 因为学业结束回香港工作，所以他就常去香港找她。可是机票很贵啊，我劝他，他又不听。最近 David 比较忙，要他少去香港找他。结果姐竟然说想家，不想念书，还说想回台湾。这几天他心情不好，去法国旅行，竟然连功课都不管了。我还接到学校老师打电话来抱怨，说他常常翘课，还没去考试。怎么会这样呢？我以为你姐姐在英国的生活都很正常啊，为什么你之前都没有跟妈妈说呢？所以之前姐姐跟妈妈要那么多次的钱，说是什么学校要缴钱，还是回请朋友之类的，都是借口。其实她一直在乱花钱，对不对？妈，你干脆让姐回台湾好了，反正她也想回去。她现在这样，继续留在英国也没有用。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做，他才了解我们的苦心啊？好了，我跟你讲，是想跟你讨论该怎么办，你不要这么生气。我怎么能够不生气啊？在澳洲花钱就算了，到英国去又给我乱花。娃娃他到底以为我们家有多少财产可以让他这样子挥霍？不想念书就回来台湾，不要在外面乱花钱。饭不饭，你的电话给我，我现在打电话去。凯琳，之前都是你在劝我不要发脾气，怎么现在你反而沉不住气了呢？目前我们只能等娃娃从法国回到英国，才有机会好好跟他谈。等我问过他的意思，我们再来商量要不要让他回台湾嘛。谈？有什么好谈啊？那孩子把我们当提款机哎！现在这事没得商量，叫他回来就对了。你先冷静，听我说。刚刚跟小明通电话的时候，我也很生气，也觉得很无助。面对娃娃，我有说不出的挫败感。可是冷静想一想，娃娃会有今天这样的行为，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负责任啊。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对娃娃做的还不够多吗？娃娃的行为的确有偏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我们做太多，所以娃娃今天才会变成这样。前阵子，我不是为了想多了解学生，开始做家访吗？家访以后，我才发现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养成有多重要。从小到大，你跟我为了疼孩子，爸妈为了疼孙子，我们舍不得他吃苦，什么都给他最好最贵的，他要什么我们也都尽量满足他。那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份心啊，难道我们要因为这样子而自责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不可否认，我们太宠他，而且宠坏了。你还记不记得他国小生日的时候，为了能交到朋友，要我买蛋糕去请全班的小朋友吃。
当时我率先做了坏的示范，让娃娃以为只要有钱就能够笼络朋友，圆满人际关系。你看他后来在澳洲乱花钱，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教育错误。做孩子的不懂得替父母着想，我还能说什么？不然你说吧，现在该怎么办？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在乎娃娃是不是有念个学历回来。我本来是希望他到英国能够养成独立思考跟生活的能力。既然他现在不想念书，行为又有偏差，我们只好再跟他沟通看看，了解他的想法之后再说吧。随便你了，反正这个女儿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了。凯琳，你不要这样嘛！娃娃，原本妈妈以为我和你心里的距离已经慢慢拉近，今天我却赫然发觉，原来我还是不够了解你。我愧疚自己花这么多时间在了解学生，可是却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小明把你在英国生活的近况通通告诉了我。我知道你大部分的用钱并不是为了学校花费，也知道你是为了男朋友才去香港。妈妈写这封信并不是想责备你乱花钱，也不是要干预你交男朋友。写这封信只是想让你知道，妈妈很愿意分担你的不快乐。对不起，我跟妈说了实话。妈打来的，要跟你讲话。我叫你不要跟爸妈讲，结果你什么都讲了。那是因为你走开啦！我叫你走开。喂，我听到你在跟小明吵架的声音啊，你是不是在怪小明告诉妈妈你去法国的事？你知道小明是关心你，他并没有恶意的。刚从法国回来啊，你怎么去法国也没有跟妈说一声呢？妈妈这样说，不是在责怪你乱花钱，只是担心你出去旅行的安全。有收到我写给你的信吗？妈，如果我跟你说我不想念了，我想要回去，你会答应我吗？妈妈知道，以前是我的观念错误。我一直认为，你跟小明要有好的文凭，才会有好的前途。可是现在对我来说，学历并不那么重要，品格教育胜过于学历。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确定，你真的要回台湾吗？有多少人想要有出国念书的机会？再说，你都在那里念书，念了一段时间了。如果现在放弃回台湾，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是你想要的吗？只要你想清楚了，妈妈会尊重你的决定。David 回去之后，我一个人在这边很寂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每天在这边都在逛街买东西，不然就找借口跟朋友出去玩。我后来想过了，我其实一点都不适合念书。我想要回去工作上班，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妈，我可不可以学业告一个段落之后就回去啊？我不想要申请大学了，我想要回去。妈，娃娃，你怎么就自己跑回来了呢？我找了一个班级。哦，来，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哎，你也真是的，提早回来也不说一声，妈好去机场接你啊。爸。欢迎你。爸怎么了？没有啊，可能是在担心爷爷的身体吧。真的吗？他没有再生我的气吗？真的，你不要乱想了。走，我们进去吧。妈，我花了家里好多钱，也没有念大学。你真的没有不开心吗？妈当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既然你不开心，我又何必把你强留在英国呢？既然回来了，那你要自己学着长大，好好安排你往后的生活，知道吗？我知道，我想说，我爱你，没有关系，让我们一起努力。我知道，我想说，我爱你，真的爱你。我先上去跟爷爷说我回来了。记得以前娃娃主动抱我非常不习惯。现在这样亲密的肢体接触，我比较能接受了。我知道这孩子的观念偏差了，也需要被带领。我希望将来我不只是在身体上拥抱他，我更期盼能有机会
拥抱他的心灵，了解他的问题。右转上楼哈，欢迎欢迎，这边请。你好你好，这边。没想到第一次举办座谈会，就有这么多的学生跟家长来参加哎。这一定是谢坤山师兄的个人魅力，他能够走出逆境，成为一个知名的口足画家，想必一定有很多人想要听他分享他的心路历程。方老师，你好你好。哎，林太太，我以为你今天要做生意，没有空过来听呢。我之前做环保志工的时候，就有听过谢坤山师兄的故事，当时我听了很感动，还一直哭呢。今天我有机会能够亲自听他的分享，我当然不能错过啦。老师好，你好，我听爸爸说你在帮店里画宣传海报啊。是啊，本来我先生想说拿到印刷厂去做，可是雅慧说这钱可以省下来，他好认真哦，一张一张的画，而且画的效果还不错呢。还好啦。方老师，我真的要谢谢你，雅慧越来越懂事了。当时多亏你这么关心她。你不要这么客气。座谈会快开始了，你们赶快先进去，我们会后再慢慢聊吧。这边，请。谢谢。爷爷啊，你要赶快把病养好哦。我朋友说东部有很多漂亮的风景，等你病好以后，我们再一起去玩啊。好，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体给养好哈。爸。哎，你回来啦？哎，你看一看，娃娃出去玩一趟，不但帮妈买了用的吃的，还特别帮我买了补品。这娃娃出去念书这几年真的是长大多，懂事多了。不过就是会花钱买东西嘛，哪有什么懂事啊？只不过是买点东西，这能花多少钱嘛？娃娃，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要不要先把行李拿上去休息一下？爸，对了，你今晚想吃什么？我做点你爱吃的东西。娃娃也在，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吧。我今天要跟朋友出去吃晚餐，不在家吃了。我先上楼了。这凯琳怎么啦？可能是工作压力大，我去看一看。怎么了？怎么在爸妈面前发那么大脾气呢？你看娃娃回来以后，虽然有去上班，但是3不5时还往外跑，东西想买就买。我说过他几次，他完全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我没有对他发脾气，已经很客气了。那你何必在爸妈面前给娃娃脸色看呢？再说，娃娃现在花的是自己的薪水，虽然他是爱玩爱花了一点，可是你要他马上改变花钱的习惯，还有理财观念，这也不太可能啊。要等到他改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总会改变的，你就给他一点时间嘛。你这样动不动发脾气，反而会让娃娃反感啊。这次出去玩的几天，怎么都没有打电话回来报平安啊？
爸在生我的气吗？我从英国回来那天开始，他就一直对我很不满。其实我早就看出来。其实你爸他只是担心你生活没有重心。可是我一回来就找工作上班，他还想要我怎么样啊？我跟你爸只是觉得你赚钱很辛苦，所以要懂得存钱，不一定每次放假都要到处出去玩嘛。你也可以待在家里面看看书，或是做点其他的事。对了，你还有在看《近思语》吗？最近我们学校啊有办一些座谈会，你可以一起来参加啊。还有教联会也有很多演讲都很不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妈，我跟你说过，我不想去那些活动。你现在又在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吗？当然不是。我等一下还要出去，你让我把东西收完，有什么话明天再讲。原本以为娃娃回来之后，我和他能够多点时间彼此沟通，相互了解。但没想到，娃娃的心思都放在和朋友的身上，就算我想多亲近他，也没有机会。眼看凯琳和娃娃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淡，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拉近他们的距离。就在这段时间，公公的癌细胞又扩散，病情恶化。虽然医生极力救治，依然回天乏术。David， 我打了几次电话你都没接，最近还是很忙吗？回到台湾之后，我忽然发觉离你很远，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连讲电话的时间也少了。我知道你为了我们的将来在努力，一个人的孤单寂寞我可以忍耐，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浮萍一样飘茫。就算找到工作上了班，心里还是有一种空虚不踏实的感觉。Yes, I will revise the proposal and fax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 Bye. 你来我们公司上班1个多月了，还习惯吗？还好。没想到你看起来年纪轻轻的，英文这么流利。我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跟客户说英文手还会发抖呢。我之前在国外留学过，所以已经很习惯用英文对话。不然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嘛，顺便聊聊啊。反正你来这里上班那么久，我们还没有聚餐过。何经理。今天晚上我们要帮新同事姚若合办聚餐，你要不要参加啊？刚好经理也刚到职，那不然就当做欢迎经理的迎新餐会好啦。何经理啊，你到底要不要参加啊？好呀，那有什么问题呢？不过我不想让大家破费，
先说好，餐厅你们找，但是我请客哦。谢谢经理。云是天空的花朵，雨是落下的河，花是大地的女儿，你是我的困惑。云是褪色的烟火，雨是天空在泪流，花是无言的情歌，你是我的沉默。一样的雨，一样的雨，一样的花朵，结不一样的果。一样的你，一样的我，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规则。我知道，我想说。